這是中國革命史上極其沉痛的一幕。打贏4次圍剿的紅軍，明明越戰越穩，第5仗卻直接被逼到絕境，8萬主力打到只剩3萬，被迫踏上萬里長征。真正打垮這支鐵軍的，不是國民党重兵圍剿，而是黨內一套生搬硬套的錯誤指揮思路。這套脫離國情的教條路線，到底是怎麼一步步拖垮紅軍的？上世紀30年代初，中央蘇區敵我力量悬殊，紅軍能在一次次圍剿中站穩腳跟，靠的是一套從實踐中摸索出來的打法：敵進我退，敵駐我擾，敵疲我打，敵退我追，誘敵深入，集中優勢兵力，各個擊破。就是這套靈活機動的戰術，幫紅軍連贏了4次反圍剿，越打越有底氣。紅軍的仗從來不是靠人多槍好贏的，靠的是腦子活，路子對，是把仗打在了中國的山山水水裡，打在了敌人的軟肋上。可就在這個時候，黨內的指導思想出了大問題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逐漸占了上風。這些人當中，有的從蘇聯回來，滿腦子都是背下來的條條框框；有的手握實權，卻對中國農村和紅軍的實際情況知之甚少。漸漸的，指揮這支隊伍的不再是從戰場上摸爬滾打出來的經驗，而是一套寫在紙上的洋教條。他們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，把共產國際的決議和蘇聯的經驗神聖化。這些人當中，不少根本不了解中國的國情，卻迷信本本上怎麼寫，蘇聯怎麼做就照搬照抄，全然不顧中国革命的實際。他們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義革命的界限，動不動就一切鬥爭，否認聯合，把本可以團結的力量往外推。在組織上搞宗派主義，容不得不同意見；而在軍事上，是錯誤是最致命的，完全推翻之前行之有效的軍事打法。第5次反圍剿打響後，他們先是所謂的御敵於國門之外的冒險主義，要紅軍去和裝備精良的敵人硬碰硬，打不動了，又轉向消極防禦的保守主義，搞陣地戰，拼消耗，處處設防，節節抵禦。紅軍的長處發揮不出來，短處卻被擺到了敵人的炮口下，結果可想而知。陣地一處處失守，蘇區一塊塊丟掉，紅軍越打越被動，以己之短硬碰敵之長，再勇敢的戰士也扛不住這樣的打法。1934年10月，中央紅軍被迫撤離苦心經營多年的中央蘇區，開始戰略轉移，也就是長征。可撤退的路同樣走得艱難。由於錯誤路線的影響，長征初期紅軍一度還背着大搬家式的沉重包袱，行動遲緩，處處被動，突破敵人的重重封鎖線時，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。到1934年底，中央紅軍遭受了自長征以來最嚴重的損失，队伍從出發時的8萬餘人，一路銳減到3萬餘人。除陝北以外，各根據地大多丟失，黨在國民黨統治区的組織也遭到嚴重破壞。一套脫離實際的教條，給黨和紅軍造成了巨大的損失。這時候的中國革命走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，紅軍一邊要突破敵人的圍追堵截，一邊還背着錯誤路線這個沉重的包袱，幾乎到了絕境。出路在哪裡？誰能帶着這支隊伍從教條主義的死胡同裡走出來，走上一條真正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道路？這個關係，黨和紅軍生死的大問題，很快就要在一座叫做遵義的小城裡迎來它的答案。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下集為您揭曉答案。